玉珏哈，一个小缺口，一个小缺口，然后我们叫随形龙这样的，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想，我们来用大概1个小时来解读一下上人的玉器，上人到底是怎么用这些玉的？我们现在大概有概念了，上人做了这么多不同的玉器，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先给一个概念，就是我把玉器呢分成实用器跟礼器。刚才我讲了，我说史前的时候，这种戴冠的人，然后呢，玉璧、玉琮，还有这个玉钺，那是礼器。那你们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你怎么知道是礼器呢？是你觉得它是礼器，是你觉得上面有个神徽，是你觉得他戴了个帽子，你觉得它是礼器，对吧？那么到商代这个礼器跟它一不一样呢？是否一样呢？我跟大家讲考古呢，它是这样子，你可以通过刚才我那样的分析去定义，但是我今天给一个真正的田野考古学家的分类，我把玉器分成礼器跟饰品给它分出来，或者礼器跟实用器。那么这张图是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礼器，什么是实用器。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是一座墓葬，2001年发掘的，是2000年发现的，2001年开始发掘。那么这个墓葬呢，大家看看，这上面上面有个边，因为我这个指示器不是很显看这个地方，这有个边吧，然后这边有个边，这个当然我用这图给它叠压了，这边有一个边，底下有个边，看到没？底下我写了2项服装参照比较，这个有个边，这个边是什么呢？这个边是墓葬的，就是墓穴的一个边。然后呢，我们再看，不是墓葬的，不是墓葬的，这个边外头那个是墓葬的那个墓穴那个边，里头这个边，刚才我指的这个边是墓椁的边。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棺和椁哈。一般的墓葬它比较小的话，挖个坑，把棺材放进去，对吧？放进去，它就只一个棺。但是他要讲究，这个人身份高，他就在这个棺放下去之前，他在这个坑里他铺好木板，在这个木板上头呢拉木头，搭一个木椁，就相当于棺材将来要放到木椁里头。那么现在这个边呢，就是木椁的边，就这个边啊，然后中间这个红色的地方才是棺材，就这才是棺材。那么这个棺材是红色的，棺材跟木椁之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我们叫棺椁之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2维空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随葬品啊，你看这些青铜器都在棺椁之间，看到吗？是不是在棺材跟椁之间？好，然后呢，注意这个地方棺材板上，这个棺材我们刚才说的2维空间，我们把它想象成3维空间怎么样？加一个空间，立体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把它想象成3维空间的时候，这些在看着像2维空间的东西啊，实际上它有一个叠加，它有一个上下层。这个时候你看哈，我指一下，这把叫钺啊，这个叫漆，这叫戈，这个叫璧，这叫钺。你看，这把钺、这把漆、这个璧、这把大钺，大戈和这两个大钺，它们都在，我们想象一下，它是在棺材里头还是在棺材上头？对，它在棺材上头。也就是说，它不是棺材里头的东西，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断裂了，看到没有？都断裂了，都断掉了。好，
反过来说呢，这些小玩意儿，你看，这些小东西，它是贴着，这是人的脊椎骨，看到吗？这是人的这个脊椎骨啊，这是他腿骨嘛，头在这儿，这脊椎嘛。这些小东西是在人身上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小东西是随时，就是不是所有的，大部分的小东西，有的也是上面压下去的，是随身带的，就实用器，佩戴到身上的。而这些大件的大可臂，它是压着棺材板的，也就是它是小东西呢，是在棺材里头，就是人死了以后，在家的时候就穿戴好了，然后抬到这放到里头，它是在棺材里头的。而这些大的呢，是把棺材放进去以后，上面盖上裹板，甚至盖一个席子，然后往里扔进去的，所以它这个一部分压着棺材，一部分压到外头，所以它就会断裂。好，你把这个分开了以后，你就明白了，这些大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礼器。它要在墓葬的下葬的时候要摔进去，这个礼可以称为落葬礼。所以落葬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个礼的行为。这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它是礼器还是实用器的时候，并不是我谭震根在这说的，是我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3年前的商朝人就这么定义礼器的。也就是我们看到玉璧、大玉革、玉钺、玉器，这种是礼器。这个不是我定义的啊，是这个图我们发掘出来定义的。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小局部啊，就是这个部分。你看，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因为这几个小管在这儿。那么也就是小管，这一个小管本身也是个礼器，也是礼器的一部分。这样搞清楚了这个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再来看商朝的实用器跟礼器，好吧？好，我们先看实用器。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考古现场的话，我们现在要理解商朝的用玉是很难的。正因为我们有机会发掘商朝的墓葬，才能知道他们怎么样定义礼器跟实用器。好，大家看啊，其实我在其他里面讲过这个内容。那么实用器我们看啊，这个里头，首先我们看看这件人，又回到这件人。这件人我用的特别多，因为我在南科大跟学生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用这道题出考题，一般是5分或者10分。你们要不试试？这道题目是：你能不能从这件玉人身上列举出5个有关商朝人的知识点？随便写，5个就行。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说，毫无疑问，商朝人这个坐姿是不是知识点？坐姿肯定是嘛，这个叫基坐，而且双手要放到这儿，标准姿势是吧？其实像那个甲骨文有的那个女子出来，像那个桑老师就是知道，这个右手要搭着左手要这样放着，对吧？侧身要这样推引哇，这都是有讲究的，这算一个知识点。还有呢，商朝的人的衣服都是小袖子，对吗？不是宽袍大袖，这算个知识点吗？还有商朝人有圆领衫，算个知识点吗？圆领衫，对不对？商朝人剪发，这个知识点，不是理发是不是开始的？这就可以看出来，最少的这时候开始的嘛。还有一个知识点，他的头上有个洞。他为什么头上有个洞呢？是因为他要戴这个发簪，头上有发簪。所以你看这个，我今天讲这个，因为桑老师在这喜欢讲曹操啊，我替曹操平个反，我今天喜欢给他平反。
比如说曹操喜欢别人媳妇是吧？这是大家对他的一个误解，因为古时候的女子是15岁出嫁，15岁不是小孩不展开，然后15岁出嫁以后嫁与了某个男子，嫁与了别人，经过3、5年的调教，那出落的最漂亮的时候，就变成小媳妇了。这个时候18、19岁、20岁，是不是最好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不喜欢别人媳妇不正常。这曹操是个好同志是吧？这就是实话嘛，就是咱们从这个就是考古上讲，就这个道理。好，那么呢，这个发簪子呢是商代的时候男女都要戴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戴发簪子。好了，这么一来的话，就回到商朝的玉器了。这是个玉的发簪子，看到没？玉的。那么这是个玉梳头的梳子。那么讲究的人用玉做发簪子，用玉梳头，那它是不是实用器呢？那当然是实用器嘛，对吧？还有一个，如果大家不信的话，这个考古人喜欢讲材料。这是我们发掘的一个墓葬，这是我的前任发掘的。大家看啊，叫160号墓。160号墓，你看中间是个腰坑，腰坑里随着就底下个腰坑的嘛，这个人在这他腿嘛，然后他胸前有这么个器物看，这器物应该都是压住他的，因为这是璧，这是月，应该它是上面掉下来的。然后注意哈，他的腿部有2个人，头朝下，头是反的，墓主人的头朝上，是吧？这个头是朝上的，而这2个陪葬的人呢，一个就是 B， 一个是 C。B 跟 C 的头都朝下，对不对 ？B 跟 C 的头部都有一个玉簪子，都有一个古簪子和那个簪子头上。可见的商朝的人他是把头上要插簪子的嘛。那么这个玉器作为一个就是实用器，这是没什么可以否定的，对吧？这就是实用器了。那么当然回到这个就是甲骨文里头好多的字。你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字，这个是妾身，就是这个女子啊，这个说是，比方说小什么妾身，这个是上面是个发簪子。那么和这个呢是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字很有名，就是一个女一个开，叫言。言这个字上面有2个簪子，看到没有？这上面不是2个簪子吗？你看，我们这把这个钉头簪的像钉子一样，这个人的头上插2个簪子，就表示好看。所以一个女字在这个开，这个女是表示女性，而这个开是4只簪子，就你把它想象成4只簪子，它就发簪子，簪子多就好看。所以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簪子就如同商朝人的簪子就如同今天女性的面膜，它越多越好，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玉簪子、玉梳子那是实用器，这个不会有问题吧？对吧？是实用器。还有一种实用器呢，就这种玉管。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个玉管，各种各样的玉管还记得吧？我放了张图，我说好多玉管。不是说所有玉管只有一个解释，玉管有特别大的区别。比方说这种管呢，大概是孔径它比较大，壁很薄，孔径7个厘米。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们男人是理发的嘛，现在，那古代男女他都蓄发嘛。你比方说像这个女性，你们一辈子可能除了小时候剪头。后来就不剪了，那你的发量当然有区别，但是你的就是正常人的成年人的发量，你把它稍微梳一梳，塞到一个7个厘米的玉器里头，是能塞进去的。所以这种大孔薄壁的这种玉管是束发用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张。你看这
这是我还原的一个商超的一个丸子，当然我想象它是丸子，这是我随便还原的。他头上会有一个束发的那个管，那个头顶上那个发簪的下边那个东西，他们就干这个的吗？这是实用器，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实用器。好，这是实用器。因为为什么我们能证明它是束发的呢？因为在我们刮木的时候啊，这种管啊会比较多的集中在头部，这跟刚才的发簪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了，它这个有些时候呢，它会把，比方这是个骨头的啊，它会把骨簪子跟玉配合着使用。你比方这个，它拿一个绿松石做一个帽套在这骨簪子上，插在头上，它也好看，因为绿色很好看，绿松石特别好看，它也算其中一个啊，也算其中一个。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管啊，一种大管是那个束发的嘛。那么还有一种管呢，就是哑腰心管，像这种管啊，就是你看这哑腰心管有两种，一种是短的，一种是长的，短的长的，大家可以猜猜干嘛用的？因为商朝的人没有皮带嘛，还没有带钩，所以他就用那个绳啊来系腰带、系裤带。所以那个绳如果它系的时候，它绳头容易掉嘛，所以他就做成一头大一头小的这样的管，要卡住它，打个结，它就不滑出来了。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呢，经常发现这种管啊，比较短的哑腰心管，所谓哑腰心就是中间小，两头大，一头特别大。这种管呢，往往在哪发现呢？你猜猜，在那个骨头的头部。这很可能是就是束发的时候，他用一头就行，他绑头发的。那么这种呢，就是这种一对一对的呢，很多的情况下它是在腰部，这方面是腰带。当然了，还有别的用途，因为我们在西周的时候发现啊，这种哑腰心管，它也用来做玉组配，等一下我会讲到玉组配，哑腰心管它也用别的。那么还有这种管，长管是应该。这种是为什么？这种是跟礼器在一起。刚才你还记得吧？我不说那个墓葬里的处子跟礼器在一起，所以它这种是把它变成就是编成这种一节一节连起来，很长一节拴到身上的，就好比说袁世凯大总统当总统的时候要披一个大的那个彩带，特别长那种一样的啊，束带嘛一样的，它这个很长，所以这是个礼器。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吊坠在身上的吊坠，那么这种是腰带。另外有一种呢，就是这种珠子，因为我比较确信这种珠子，这是脖子上的，这种珠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中间鼓起来，两边小，中间鼓。所以你看，同样是管，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用途。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这个考古发现，大管我说的是束发的，刚才看过了。那么这种哑腰型的短管，就这一类的，就是大概做这个用。这个是在妇好墓里出了一大堆这样的小管。可就妇好作为一个王后啊，她那个就是头发处理的这个比较精致，是吧？然后呢，这也是跟她头发有关的哑腰型管。那么我们再来看啊，这种哑腰心管的话，你看这一件，这一件是小的是什么？单件出现在头部，那么这不是墓主人吗？在头部这个位置，它应该是这边滑下来的，在这个，而这种短的呢，这种那个长的，它成对出现，就是我曾经用过这张图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骨架给拿走。把骨架一提取完了以后，就发现它其实是腰部一对，腰间，所以它是一个实用器。那么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是单独管在头部里面都是在头部的。这早年发掘的，那时候没有数码相机，我们的考古早年发掘是其实很可怜的，就是我们出一次差，1个月只能领1卷胶卷。
一点胶也是35张，要36张，要35的嘛，所以就不敢拍照片，就是只能画图。我们都要画那种墓葬图，这都当年画出来的。你像我自己，就是现在刚好看到今天，好多人说他是有早年你发掘的照片，你年轻时候在野外的照片，我找不到，因为我不能拿胶片拍我自己，因为拍我自己是浪费，拍墓葬是不浪费，拍我是浪费。其实现在想想也不对啊，是吧？我年轻时候人留几张也不见得是浪费，但当时认为就是浪费。好，那么这种管呢，这种你看成对的管，长的，成对的，一般是就是做腰带的带货，这也是有证据的啊。这不刚才说过了，有证据啊。我们再看一看更多的证据。你比方说，这是一对，这是一对，这个墓葬出的，这是你看这个墓葬头，你可以看到那个头，这早你76就发现，76就发现连要送胶卷这都没有，都是那个120胶片，头在这儿，然后呢，这个礼器看到没有？从椁板上塌下去，看出来吧？所以我说这是礼器，大的玉戈，从椁板上啪塌下去了。然后呢，这2件一边一个，腰带上，这样的话你就把礼器跟实用器分开了，对吧？就是待会儿我们讲到美的背后，你讲到美的时候，你想想它怎么美啊？你得分出是实用器还是礼器，对不对？好，那么这些呢，就是我说是脖子上的，是因为有考古依据，比如北京皮古刘家河，这是商代墓葬啊，脖子上就这么一个。而且还有一个，这种珠子它一旦拴到脖子上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这个大的，它不是每个都一样大，它不均匀。不像现在女孩子珍珠项链是都差不多大嘛，它有一颗大的。你比方说这个，你看这个大的吧，这个，对吧？这个是大的。然后呢，刚好妇好墓里头出了一个大的，看到没有？所以你看，我现在我还原的妇好墓。他脖子上那一串就有一个在这个在喉结这块，这就是大的，就这么来的。你看这个也是大的，这个刘家河这个一个大的在这，它不一样大小，一定有个大的搁到这个地方，比较暴露的位置，是吧？比较暴露的位置，要可以炫耀的地方。好。那么还有这是那个，另外的话，我们从使用痕迹上看到这些器物是用法不同。你比方说，我们发现了亚腰心管，我怎么证明它是双带子的呢？其实从痕迹上能看出来。看这个地方，哪怕是像玉这样的6以上的硬度的，它反复的这个用带子穿在上去磨，它也能磨出痕迹来啊，它有磨损。而这样的管呢，它就没有磨损，那没有磨损就不对了，就用法不一样吗？所以你看这两个用法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再看下一个。你看这种管，它只能是从下穿到上，就如果这么来穿，它就不会有磨损。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崩裂，它只有这种崩裂，这个是明显崩裂崩掉的，它不是磨的，所以它是竖穿。你看这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磨损痕迹，所以它竖穿是这么的穿，所以它是礼器，它竖带嘛，一大条礼器。而这种呢，它就实用器，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这么穿个带子穿上去，它有磨损痕迹，这就是实用器，这就分开了。那么这个用法就是你看，因为我们发现到的就是人身上一大串的，所以它是礼器啊。好。那么这早年发掘的礼器，这个一套这样的，它也是崩断，你看好多人都崩断了，那就好多人断，你看这个直接断掉这个地方，它因为它穿的这么穿，它就会断掉，所以它是礼器。好，那么这种小东西，你知道有多长吗？这个问题一直过去我们考古学各种包括人说它是戈就是打仗用的嘛。但这里只有6到7公分长，你怎么打仗？夫妻打架都用不上是吧？这么点怎么打？用不上的。后来我们发现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呢，也是穿带子的，因为这种器物它边上有个小眼，看到没有？
都有个眼啊，小眼，他把绳子穿到这个眼里头，然后比方说是裤带，他弄完以后一插就可以了，插到哪里就可以了。所以它有一个实用器，所以这不是理器，是实用器。这样慢慢就分开了。我们考古发现也是一样嘛，要不在头部，头部不就是扎头绳的吗？或者腰部，腰部不就是扎裤带的吗？所以这样的话就把这理器分开。当然还有一种就最漂亮的就是小坠饰，哇，这上车这小坠饰好漂亮，它吊在前面。我想着这是不会在后面，因为考古发现墓葬的时候，它往往都在前面，它给人看，要给人看。好，这些是装饰品，也是实用器。好，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么美的东西也是实用器。这个人就发现个问题了，就美的背后，那个商朝人啊，他这个讲美的时候呢，头部簪子多了叫美，对吧？这是一个用玉，然后呢，胸前这个地方吊个小玉坠，那是美。还有一个美就是做祖玉佩，等一下我要讲，就是一串到身上。所以商朝对自己的人体的那个装饰，是真的是看上玉这个好东西，然后把它做出来，做成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纹饰，放到自己的身上。过去一直以为这东西是什么呢？一直以为是耳环，不是。这个后来我们发现，它都是发现在这个位置，它不是耳朵边上。就是耳蕨是另一个东西。好，但问题是这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也很美啊。这是礼器还是实用器呢？这些东西，这是礼器，这是礼器。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把它还原到各个地方。比方说这个玉猪龙，看到没有？是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说它是身上吊这的。它不是耳朵上那个东西，过去一直以为是耳蕨，不对的，不是耳蕨。你看没有，都是包括这个半截子耳环，都是在胸前，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啊。你看都是在胸前，就包括这鸟啊，这个玉龙、玉虎可能是礼器，但是玉鸟不一定，玉鸟是很多是装饰品，是实用器。你比方说这个玉鸟。我这第二张图146号墓有个67，我标了一下，是个玉鸟，在这个位置。那个也是玉鸟，在那个位置。这些是装饰品，所以它也是腰部，它可以吊很多不同的，是这个好看的。好，可见商朝人呢，他做了好多玉器是来装饰身体。所以你看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多少猜测。我靠的全是我们考古发掘的现场，然后哪些是实用的，哪些干嘛的。结果呢，我发现呢，商朝不仅有实用的，还有一种带实用功能的装饰，或者叫玩赏的器物。你们可以想想，它用什么可以玩赏？玩的。这个是以前不是特别的明确的，曾经有的做商代考古的人分出过叫玩赏器。但是他没给出依据来，我们看一下哪些就是玩赏器啊？这些东西刚才我们说吊到身体上做装饰嘛，对吧？装饰嘛，但是有很多是玩赏器，我要进一步解读啊。你比方说这东西，我们考古的樱花东西多了，能够断代，断代有很多的方法断代。你比方说就我而言啊。因为我研究的是商代这个为主，但是我难免要研究比商代早的或者比商代晚的，比如说曹操墓，对吧？早晚都要涉及嘛。那么我在商朝的墓葬里头发现了这些东西，但是我的知识告诉我，这些东西不是商代的，这都比商代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你看啊。左边这两件，其实你猜都能猜得到，它俩年代会差不多。为什么？它的玉料是不一样的，它的料，都那种墨，就是这个叫什么叫墨绿色的，叫什么色是吧？都这种颜色。我跟你说，以前不知道，现在我敢说了，夏朝的，你知道二里头，就夏朝的时候那个人开的玉料，就大量的使用这个东西。
以前都不知道。后来发现，哎，怎么夏朝的那个料都差不多，都是这种颜色？结果按压一挖出来，也是这个颜色，就发现不对了。结果呢，一看呢，你看这把月啊，你看这个月，这一个边，仔细看啊，这一个边，这个边，这个边，是不是有棱啊？这不是商城人的风格。商城人做个非常标准的弧，它不出棱，恰恰是下午二里头一直出的月都出棱，所以这不但日料是夏朝的，就这个器物都是夏朝的。还有，你看这件器物，这个叫玉漆，你看这料上是二里头实现的吧？它边上那个出那个齿啊，我们叫翡楞啊，就两边的两个边上的也是二里头实现的，所以这两件是夏朝的，没问题。好，然后呢，右边这个最上面这个红山文化，红山文化那是5000到6500之间啊。好，那个这一件龙山或者大门口实习了哈，这个是临江汤实习的。这一件呢，我们叫潇江乌鸡文化，就湖北西部。所以这些东西居然都出在商代墓葬里头，这说明什么？商朝人玩呢，书籍古董呢。这商朝他也书古董，这个徐福平长得对不对？直播哈，这个说太多了，说到南博去了，我不会平复一下，说嗨了就开始胡说八道。哎呀，要平复一下。然后你看啊，这就是玩耍的嘛，他收集古代的玩耍。那烧这还有这个，这也是美的背后吧，对吧？我们再看啊，好了，这是我断定是玩耍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商城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礼器。这个礼器怎么断定的？刚才我说了，从墓葬里能看出来，对吧？能看出来。你看刚才那宗墓葬里看出来，礼器第一个，它是在落葬的时候要摔下去，所以它才会压到棺材板、椁板上，所以它才会破碎，对吧？这是礼器，说礼器一定伴随着人的一种行为，它不像这个实用器可能带着它就稳定在那的，礼器它一定有个高潮，就比方说这个棺材放上去后，把那种席子铺开，然后我要把铺席子之后，我在这个椁板上，我可能有个仪式，这个仪式根据我的经验啊，根据我挖墓的经验，如果是等级高，一定要杀人，杀完以后把这个人啊扔哪呢？如果有墓道的话，扔到这个墓道口；如果没有墓道，就放在棺椁两边那个二层台上，一定要杀人，所以它一定有高潮。所以礼器像大乐、乐、大葛、玉璧、玉器这样轮下去的时候，是整个祭祀的最高潮。咱们现在人买这土葬的时候，这个土葬的时候不是我们叫什么？就是这个诀别的时候，就是当然在室内起棺的时候，大家要哭嘛。但是到了坟地落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人要全都跪下，然后说万里填土的时候，一把土撒进去，高潮一样的。好，那时候礼器，我们再看，回到这里。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这是我这边我列的是我的研究方法啊，就是我怎么研究这个礼器是不是礼器，这边是方法，观察器型，观察使用痕迹，观察图像，观察材料，观察类型学，观察位置的搭配，查文献等等，还有早晚的这是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不管它。总之呢，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发现，就是这些礼器，就包括刚才我这黑白照片那两个大葛压下去。就是它都是在落葬的这个过程里头，给大家放进去。你看，它一半是在棺材上，一半在二字台上，一半在棺材上，一半在在那个椁板上，是吧？
而且都摔碎了，这个过程是真正的礼的行为的过程。好，我们再看这个礼器有什么讲究呢？你看，除了把它摔破，刚才你看夏王朝这个乐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吗？这才是商朝的乐，商朝的乐特别浑圆，做的特别讲究的是，这是商朝的。就现在是能分开的，以前分不开，现在不能分开，因为知识越来越多了嘛，就知道人家夏朝的商朝的，这是夏朝的。当时呢，你看它断了，它为什么断了？就摔断了。然后呢，这个也断了，看看这是个玉璧，也断了。好了，这一件是礼器呢，还是装饰品？因为刚才我说是吊坠，是装饰品，是吧？这就是个装饰品。这一件是不是礼器呢？你看我为什么放在这呢？我给大家一个启示哈，因为这个是梁祝时代特别流行的玉琮嘛，它不是礼器吗？可是到商朝的时候，他就随便做一下，就根本就没有什么礼器功能，是一个玩似的。好，就这两件呢，就这件曾经是礼器，到这个时候不是礼器了。这一件作为猪笼，在红商文化时期是礼器，但是在这个时候不是礼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礼的变化。这4件里头，这2件是商朝的礼器，这2件是红商文化和梁祝文化的礼器。你看到礼的演变了，所以这个图片放在这其实是有内涵的，我肯定不会随便放嘛，对吧？所以这个呢，我要应该拉一条红线，这边是商朝的礼。好了，这个就发现哦，商朝的礼制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好，我们再看，这是礼器吧？把祖先的牌位给写上去，是吧？上面的祖甲，中间祖甲，左边祖根，那边祖丙，这是父癸、父辛，这个是应该是父乙吧？把祖先牌位写上，那当然是礼器了，是吧？这是礼器嘛，是吧？好，这也是一种礼器，这是写祖先牌位。我们再看还有没有礼器啊？我们再看看上周的礼器。好，还有其他的礼器，我们还有大革啊，这种不说了。那么现在呢，我把实用性的礼器介绍清楚以后，我们再看看礼器背后更细致的东西，就是设计与制作。因为咱们这个知美学堂很关注这个设计。我们看一下这个设计跟制作，讲一下设计制作啊。好，先原料选择。你看，我们看这个原料，这张跟刚才这其实已经不一样了。虽然我跟那个也是打了很多红框框，你没有看到？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们想象一下，商朝人就是到了商朝晚期的时候，他们的玉矿在哪里？你比方说现在我翡翠，一说翡翠都知道缅甸嘛。那商朝晚期的玉矿在哪里？喝了。这个新疆那个是现在被否定的，过去说是那个和田玉，现在认为和田玉汉代以后才进来，就跟那个通西域相关。商代的时候和田玉是没进来的，南阳就不是玉，南阳那是叫绿莲石或者幽莲石，它不是玉。所以呢，没有人知道商朝的玉器是哪里。商朝的玉料，当时我跟那个中科院的那个中科大的那个王传水先生，我们申请一个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科学联合专制。当时我们有几个子和题嘛，但是我们曾经想搞个课题叫玉的产地，后来发现研究不了，就是以我们今天的财力和资料储备，我们研究不了玉的产地。所以后来而且玉的产地本身也很，这个词也很，就是要求太高，所以我们刚才你改成叫玉料的来源。那么现在看起来，你看这个图，你看你要仔细盯着看，你会发现我这个肯定不是随便做的。
你有没有看到我左边这个框框里的玉料的颜色都差不多，对吧？它不透，偏灰，对吧？然后呢，中间那个上面那个颜色是不是也差不多？然后中间那个三件有3件比较接近，这2件明显上有麻点，这个是黑色的。然后那右边这个也都不一样，这就是商代的玉料。你看商代的玉料，我们从肉眼看就能看出来它有好多种，对吧？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可以用，比方说用红外，用近红外、中红外去检测。但是呢，我们既然这个肉眼都能看出它的区别，那什么呢？确实有多种来源。现在是什么呢？刚才我说的那是夏王朝烧的，还记得吗？那就是夏王朝传下来的，他这些用啊，他用老料，就是用彝玉，彝是那个遗产那个彝嘛，彝玉用彝古玉，然后呢，绿松石。中国用绿松石的传统特别久，非常非常久。到商代，绿松石就很多了，也可以用老的，也可以用新的。那么最底下那个呢，那个严格的说，那不是玉，那个是大理石。这种大理石呢，我有幸在河南安阳当考古队长的时候，我找到了在哪来的。所以我知道它哪里来的，这个我找到了。那么中间那几种呢，它都用来做随身的食用器，它对料的选择。最上面那个偏黄的那种，龙山时代用的特别多，所以多半是早年被开采，然后商朝人拿来用，拿来改造。中间这个现在就是这2种不知道，底下那个发黑那个估计也是用老的玉料，也是刚才我说的石宝的，用来改造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些全都是老的料，所以商朝人做玉的时候，他用了大量的老的料来做玉器。好了，剩下的就是这个，这才是商朝人真正的开采的。我知道这殷墟时期开采的。它的料很像，你看没有？都是这个颜色发灰。然后我刚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商朝人开采这种料，但是我有3个证据证明它这才是真正商朝晚期的人开采的。第一个证据，这种料特别多，特别多，最多的一宗，就它的量远远多于那几种所谓的彝玉老的料，所以说明他们当时开采过这种料。第二个。这种料留下了很多的边角料，也就是它加工了有的边角料，它留下了被我们挖出来的，那说明它就当时开采了很自然料，然后加工完了以后，这边角料就不要了，或者不好的呗。第2个证据，第3个证据呢，就这个黄环的，我只是放了它这个环呢比较有意思，你们还记得非典吗？非典期间，当时呢我在北京，然后安阳在发掘，那我是考古队长啊，我应该到前线去吧。所以说不行啊，你这个非典期间不能乱跑，所以我没去成。然后呢，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呢，就是当时是发掘完了以后，几年以后，我看这个东西，我说这块是个玉料啊。后来我说拿出来看一下。我大家看着这个人被商朝这个切割了一道，看到吗？被商朝人切的，而且翻过了它另一个面，它的颜色就这个颜色，就接近这个颜色。也就是说，这是商朝的真正的原料资料就在这，那肯定是商朝人开采的嘛，对吧？所以可见商朝人就是开采了这种料，就商朝晚期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对料的选择，好，有彝玉古老的玉拿来改，有现场开采的，而这种开采的大部分都用来做礼器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实用器。
大人用的做礼器很多。我待会跟大家看一件玉革，就是这个要做的。好，他们选完料以后干嘛呢？选完料以后开始设计。设计这个时候除了实用之外，这个是要加上礼器，它就要添加人的思考了，人的那个思想了啊。我们看一下，好，你看，记不记得我刚才这把刀是不是那种料？记得这个颜色吧，厚度，这就是用那种料做的。所以这件就是真正的商朝晚期做的，而且它的纹饰都是清一色的商朝晚期的纹饰。好，我为什么就说要做设计呢？你看啊，底下一把刀是江西新疆大一部商墓出土的，然后那天跟董宇辉做直播，然后我就拿这个，我喜欢瞎跟人开玩笑嘛，我就拿这个出这道题给董宇辉。我说宇辉，你看见没有？这把刀，这本来是拿来砍人的，是吧？可是呢，这个刀背上有一排知了长纹。我说长纹呢是可以脱壳，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一方面一把刀把人脑袋砍了，终结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他又做一排长，表示生命可以再生。我说你发感想吧。我就董宇辉这个接话接得很好，18年，要不然他用了丈母娘是吧？他接得很巧妙。你知道他说什么？就我非常随机跟他说的题。他说2个字：止战。刀是砍头的、打仗的嘛，知了是生命的重生。他说我想到2个字：止战。你不可能当时对不对人这个行业在里头嘛，对吧？你可见这个背后是有行业的。好，我们循着这个思路，同样的一把商代的刀，必须出的玉的，看是不是也有一排花纹了？看不见是吧？后边看得见吗？就是一排龙，这个龙叫鸟嘴龙。这个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道题哈。玉器，它在刀背上做成那个这么个小齿啊哈，那小齿其实也是按照根据邓聪先生的研究呢，那也是那个也可能也是龙，那么底下就一排那个鸟嘴龙，它一定有一个设计有行业在里头，它不会就今天我并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我确实也不知道，我只是跟大家交换一下这个想法。就他做这个玉器的时候，做这把玉刀的时候，他有一个行业在里头，这就是他的设计。好，我们再看，接着设计。好了，这个设计呢是有解读的，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写这个字勾云纹，我写这么大，为什么？我们如果分析这张图片的时候，这个图片大家你能想起我前面那张图片，能想起来哈？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啊，这是个老虎，这是一头象，然后这是个龙啊，这个人边上这个是龙，然后我分别打了几个箭头出来，它们都有一种纹饰叫勾云纹，这就有意思了。你见过大象身上长云吗？长云彩吗？不可能啊！大象我们见多了，哪个大象长云彩？你见过老虎身上长一朵云吗？不可能啊！你见过龙身上长云吗？也不可能。好，但是呢，商朝人把这个云彩啊，我们叫云纹啊，放到老虎身上，放到大象身上，放到龙的身上，这就是他的设计思想。为什么这么干呢？光看玉器很难解读，但是当我们把这件青铜器放到一起的时候，你就能解读了。啊，这是一件青铜器的局部，它背后是不是云啊？云彩，对吧？云彩。然后这是一条龙，看到吗？这有角嘛？这个龙身上有云朵没有？
云朵，什么意思呢？这条龙，它在天空的时候，在云中穿行，所以它背景才有云，身上才会有云。所以大象、老虎都变成了在天上，在空间，在云彩里头。这就是神物嘛。就是你把这两件啊，把青铜器的这种云纹是背景纹，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动物在云中、在空中穿行的时候，它就会背后是云，身上还有云，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吗？好，也就是这些玉器呢，包括这个虎，你肯定没见过老虎身上有云纹嘛？它不可能有云纹嘛，但是它就有啊。好，那么这就是它的一种设计，就是它用这个背景纹跟躯体纹都做成云，表示这些器物本身是在天上，这是一种设计嘛。好，我们再看还有一种设计，这种鸟身上都有云彩啊，这不云吗？云纹，是吧？这是纹饰，然后你看到的设计。这样设计啊，我们看中间这一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明白，眼睛在这儿，这不是嘴吗？啊，然后呢，这是翅膀，这是尾巴，这是爪子，头上貌似是个冠，实际仔细看是一条龙，看到吗？能看出来吧？是一条龙。长着角，眼睛咬着这个鸟的冠，尾巴比较短。好了，龙跟鸟，龙雀，龙跟鸟。那么龙可以在天上腾飞嘛？鸟在云里头嘛？这个又强化了这个概念啊。我们再看这一件，这一件是一个人的形态是吧？这个人的形态，人身上你看这个爪子这手这么拿着。其实它身上也有云纹，上面是不是也是一只龙啊？也是一条龙啊。我们再看这个，你看，这不是鸟吗？眼睛是吧？上面是不是也是一条龙啊？它也是这样的设计，它也是表现在天上。但是呢，问题是我们现在经常就把它直接把它做成那个装饰品了。但是，它有可能是装饰品，有可能放给身上拿着，但是它装饰的它背景，就是它设计的时候，可能觉得是个神物。所以我们过去考古发掘的时候呢，没有认真的观察它到底是在墓葬的哪个位置。所以以后发掘当然我们要加强提高一下我们的水平了啊。好，再回到这个，我们再看设计啊，这个设计也有很多讲究。为什么？你看，我们看云纹是吧？龙嘛，这边我们看龙就有云纹，看这个老虎有云纹，所以这是礼器。这个熊有云纹，就是礼器嘛，就是礼器。这个有礼器，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东西。看那个右边那一组。就今天韩老师给我们做那个这个宣传广告时用的这一种，其实我觉得学得很好。为什么？因为龙对于上层人说有年龄，有幼龙，有青年龙，有成年龙，还有老龙。你看到没有？这种一看就是 baby 是吧？它没有鳞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们看，这是没鳞的啊，这是有一点点鳞的。然后呢，它身上是鳞纹，你看，跟鱼鳞状的纹饰是吧？然后这个呢，开始有云纹了，开始腾空了，到天上就腾空了。然后到最后老了以后变成这种鳞，就菱形。就是那个鳞片啊，变成菱形，那个鳞，而且角，这个头上那个角啊，长起来了，
这就是年龄。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年龄，但是如果因为我们很少用这个，就是我们考古很少用晚期的文献材料去解读早期的考古实物。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学术，其实是个学术争执。就是我们汉代的时候，有好多文献说龙是有年龄的。比方说，我们有个词叫这个螭龙，是吧？螭啊，就一个虫一个鲤音，螭龙，那就幼龙嘛。还有一个呢叫蛟，这个人如出水之蛟，蛟龙，那就是青年龙。还有一个叫龙，还有一个叫什么龙？叫琼，一个虫一个勾勾，叫琼。琼龙就是老龙。这汉代文献写的很清楚的，是吧？螭龙、蛟龙、龙，这个球，那写的很清楚的。只不过呢，我们做考古的，我们但现在中国现在发展比较快，我们现在像我现在出国讲课的话，我可以直接，我也敢直接骂那些国外学生，这个以前就不敢，以前老外就说你们中国人天天吃文献的话。你们就汉代的文献用来研究商朝的东西，那多危险啊！不能用的。你们的学术不过硬，用晚期的文献解释早期的怎么可以呢？他认为不可以。当然，我们现在也很紧张，我们一般不这么用。但是你如果允许我用一下，我就发现就是汉朝的文献记录这个龙的年龄，其实商朝就有反应啊。只不过我不敢用汉朝的文献去解读商朝而已，我不这么讲。但是商朝的考古实物是不是有年龄的？你可以看出它不一样嘛，所以它的设计上有年龄，这是以前也不知道的。所以你看都是玉器，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商朝玉器的背后，美的背后，有对材料的考量，有对实用的追求，也有对祖先神明的崇拜，这就是美的背后。就是把这个美这个词给它解构了。那个韩老师，对不起，我说不是解构，就是可能用的不太恰当。就是我们说美的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笼统的概念，你把它一刀一刀给它剔开，它有好多地方可以分解出来，对吧？什么叫美的背后？当然，最后加工出来，我就简单带一句哈，就是说，当然很多不同的做法，就是包括我们发现的加工玉器的工具啊，什么都有，我就简单说了。好，最后我讲一个啊，就是富豪的那个玉祖佩，就是商朝对美的追求啊。这个首先就是材料的考量，还有这个精神内涵的渗入，对不对？这是对神明的信仰、对祖先的献礼。然后呢，商朝其实有一个事情是以前不知道的，那个就是有女同着配玉相加，就妇好墓呢，刚好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过去我们考古学界有一个错误的认知，直到这两年才被纠正过来，就是有妇好墓。因为今年是妇好墓发掘50周年，我们准备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部署吧。好，那么妇好墓里头呢，其实是出了一圈玉祖佩，就是中间这一串，我认为它是玉祖佩，为什么呢？它是这样的，最早呢，我们都认为哈，我们一直认为祖玉佩或者玉祖佩是西周时候才有的。这全是西周墓葬。西周墓葬发掘出来的时候，那个祖坟就是一串串直接挖出来，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挖过呀，就在山西曲沃，那墓主人躺在里头，身上就是盖着一条一条的，对，玛瑙啊、玉啊附在身上。你明天去看河南墓穴，有一个特别长的这个有个专门一个厅放在中间一大串，那特别重玉祖佩。过去一直认为只有西周才出现玉祖佩，商代是没有的。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商代是肯定有玉祖佩的。那么我怎么知道商代有玉祖佩呢？我就是因为注意到西周的时候有这么几个考古发现。当然，这个是西周国公墓里2001号墓的玉祖佩，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这种玉环啊，这种叫玉环，这
个玉环这么穿得上的啊，然后挂在人的胸前，然后这个是山西绛县衡水墓，这是我同班同学发掘的。那发掘之后才发现，你看3个环穿上线以后，这环的2侧都有窟窿，看到没有？啊，2侧有窟窿嘛，所以它就可以走线，把丝线走过去，再加上珠子，加上玛瑙珠，穿到上面。上面呢有个这样的圆片，像个平安扣，然后这么一组完整的玉组佩，这西周初年。那么同样的，山西翼城也有这样的完全这个同样的玉组佩。那么过去都认为是西周时候才有的，但是呢，我读妇好墓的报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妇好墓报告里头有2件这个东西，这是2件的话，这时候他把它放在一式，说5件，实际上有2件同款的，2件完全一样。因为我记得这2件，不是就是读考古报告嘛，结果发现呢，就是这个里头，就是妇好墓里出过2件这样的玉佩，我想着是不是它应该串起来，结果呢，这个发现串起来以后缺东西，就缺这个东西，因为衡水墓地的和那个大河口都有这么一个小圆片在，像平安扣一样在后头，那么我们这个妇好墓里没有，后来我从妇好墓的那个坊轮里头找出了这么2个东西，结果才知道啊，妇好墓也有这个东西。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就把这2件东西呢，跟这件圆片给结合起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讲的比较快，因为刚才我看我没想到讲的太慢了一点。看，这是妇好墓出的一对同款的玉鱼，你看没有？这一小窟窿，这个窟窿，这个窟窿，这个窟窿，也就是这2个小眼小穿啊，或者叫小眼，实际可以穿起来，然后加上这个成对的玉管和玛瑙，然后又找到了这2件东西，我才知道妇好原来也带过这么一串。所以呢，这一串这个发现就跟山西翼城大河墓里的这一组发现就完全一样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知道妇好带过这么一串珠子。那么这个珠子呢，就是关键还是做这个平安扣的东西。我本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临走的时候我为了说明这个事儿，我还把我的一个耳机给剪了。我把耳机我来不及了，我拿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你把它当成玉环，不2个穿嘛，然后拿这个，我把这耳机给剪掉，插过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出两根线嘛，中间穿上玛瑙跟玉环，然后这个时候你把它吊的要挂上去，你一挂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玉器太重了，它这个会勒脖子，会勒得很痛。因为我确实把这个珠子我为了做这个研究啊，我就直接用玉把这个全做出来，完全做出来。我做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360克。360克，你挂上去，如果没有上这个平安扣，这个脖子很快就红了，挂不了。所以这个上面这个平安扣的发现，就充分的证明妇好曾经戴过这么一串。因为这2个东西跟他就是正儿八经是从那个妇好墓报告里坊轮里头找出来的。这样的话就证明了这个妇好曾经戴过这么一串玉组佩。就是妇好作为一个王后，她应该是非常的美丽，她很讲究自己的穿搭，也很讲究玉器的使用。所以呢，妇好她最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所谓的有女通车、佩玉锵锵的感觉。我估计桑老师站在你这穿的是汉服嘛，你要是带上一串那个玉组佩的话，一定有那个感觉，就是它这个包括勒的那个条，就是这是那个
我们对美的这个追求嘛。当然，我们把它弄完以后，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小的短片。In the spring of 1976, a tomb was excavated at Yinchu, Anyang, China. Thousands of bronzes and jades were discovered. With this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Fu Han, the queen of Shang Dynasty China, became known to people today. 我就把这个就是本来最后有一个富豪出场的一个，但是呢因为太长了，我们后面截掉了，好像没带上来。但是总之呢是这样子，就是富豪她作为一个王后，她身上集中了商人对玉的一个追求和对美的追求。今年是富豪发掘60周年，也很感谢咱们那个知美学他们邀请我来讲这个，因为这是今年的第一个演讲。但是今年呢，我作为电视台就综合频道搞了一个90分钟的纪录片，也讲的是富豪。然后因为这个今年我还要出一本关于富豪的书，可能还要拍一个富豪的微短剧。就是我不算是宣布吧，就是我确实有这个想法，而且我会邀请很厉害的导演来做这个事儿。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在这个纪念富豪发掘50周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逐渐的感知到那个年代要对美的追求，玉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好，谢谢大家。